起中国古代第一巨贪，你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是不是和珅？是不是立马想起王刚老师那肥头大耳、溜须拍马、又尖又滑的模样？大错特错！历史上真实的和珅啊，颜值堪比当今的流量明星，长得比肖战还肖战，比王一博还王一博，且文武双全，精通4国语言，还是大清顶级的理财高手。同时呢，也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电视剧呢，把人给糟蹋了。看完这期呢，你就会发现，我们所有的人都误会和珅太久了。很多人说他不学无术，只会舔皇上。那我反问一句，同样是宰相，诸葛亮、狄仁杰厉害吧？他们会几种语言啊？和珅呢，一人玩转满、汉、蒙、藏4种文字，中国历史独一份啊！别觉得学那么多语言没用。当年边疆战事吃紧啊，西藏所有的战略文书全靠和珅用3种文字统筹撰写，稳稳守住了大清的国门。英国使者马格尔尼来访，全程是和珅接待，老外日记里是一顿猛夸呀，相貌英俊，举止从容，是真正有大国气度的成熟政治家。更牛的是他搞钱的本事。以前专门伺候皇帝的内务府常年亏空，入不敷出，和珅一接手，立马是扭亏为盈啊！就跟乾隆皇帝的 ATM 提款机一样，滋滋滋往外冒钞票。乾隆晚年爱南巡、修宫殿、讲排场，到处又花钱，别人掏不出钱，和珅动脑子就变出来，跟魔术师似的。这不就是皇帝最离不开的人吗？说到他跟乾隆的关系，很多人就要问了啊，电视剧里这乾隆跟和珅好的就像一对 CP 天天黏在一起。乾隆何等精明一个皇帝，一辈子阅人无数，他难道不知道和珅贪得富可敌国？明太祖朱元璋杀贪官，剥皮食草；雍正整顿吏治，铁面无私。为啥偏偏英明的乾隆纵容大清头号巨贪20年不动手？是老眼昏花被蒙骗，还是和珅的手段太高明呢？今天咱们抛开影视剧的滤镜，走进曾子航人物志，争议人物全新解读，不吹不黑，只讲人性，解密历史上真实的和珅。喜欢历史，想看深度解读的朋友，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咱们正式开讲。和珅呢是满洲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父亲曾任福建都统，妥妥的省军区司令员级别，本该是锦衣玉食的世家少爷，但清史稿偏偏写他少贫无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命运的耳光来得太早也太狠。和珅3岁那年呢，母亲生弟弟和龄难产去世，继母进门后对兄弟俩冷眼相待。小年纪的和珅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讨好别人。这份看人脸色、揣摩人心的本事不是天生的，是童年硬生生熬出来的，也成了他日后在朝堂立足的第一课。9岁，父亲也撒手人寰，家道中落，无依无靠，曾经的豪门少爷一夜之间是尝尽世态炎凉啊！这就是史书里少贫无疾的真相。好在父亲早有安排，把他送进了咸安宫公学，这是大清贵族里的伊顿公学，全天下最顶尖的贵族学堂。别人在里面混日子摆架子，和珅呢拼了命的苦读，弓箭骑射是样样精通，4书5经是倒背如流，还把4门语言学得个炉火纯青啊！这份亮眼的才华不仅打动了大诗人袁枚，更被内务府的重臣冯英莲是一眼相中，直接把这个孙女儿嫁给了他。低谷里的和珅终于抓住了人生的第一道曙光。后来他参加乡试，不幸落榜，家境呢再也支撑不起他复读，靠着岳父的打点，他进宫当了一名3等侍卫。谁也想不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岗位，即将成为他逆袭腾飞的起点。乾隆40年，26岁的和珅突然之间是一夜爆红从5品侍卫直接连升6级，变升正3品的御前侍卫、副都统。第2年，27岁的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副部长，成为2品大员。3月又成为军机大臣，直接进了核心，相当于今天的政府副总理，官居1品，位极人臣。
4月又兼内务府总管大臣，成了皇帝的大管家，1年之内是连跳10级啊！对比一下就知道有多夸张了啊！电视剧里跟他斗了一辈子嘴的大才子纪晓岚，寒窗苦读几十年，熬白头呢，才混到相当于部长的尚书。刘墉啊，就是刘罗锅啊，名门之后，一辈子摸爬滚打，晚年才坐上相当于宰相的大学士之位。和珅这哪里是坐直升机啊，分明是坐火箭上来的。在中国古代史上，升迁如此之快，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呐。那么和珅为什么能够如此受到乾隆的赏识，从普通侍卫当中脱颖而出，1年之内连升10级呢？有人揣测第一长得帅，第二会拍马屁，真的是这样吗？老曾就不信啊，满清侍卫里个个都长得像预制菜一样不新鲜，一张嘴就是地沟油的味道，怎么乾隆当政几十年就一个和珅冒出来啊？关于这点呢，正史里没有记载，野史里却有多种说法。比如《郎潜记文》当中说啊，和珅是因为能够背诵《论语》而被乾隆皇帝注意的。具体过程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有一次呢，乾隆皇帝准备外出巡视，栾仪卫准备仪仗时呢，竟然发现这个华盖撒换了。乾隆非常生气，大声地说：“虎嗣出于峡，归玉毁于毒中，是谁之过？”这一旁的官员侍卫们都听到皇帝是在问谁之过，但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了不承担这个过，谁也不敢出声啊。这时候身为侍卫的和珅站了出来，他回道：“点首者不能辞其责耳。”啊，乾隆的脸色顿时这个舒缓了不少。他问和珅：“你知道这2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和珅回答：“皇上的问话呢，是出自《论语记事篇》，是孔圣人的话，意思是老虎和犀牛都从笼子里跑了出来，盒子里的龟甲和玉器被人毁坏了，这是谁的过错？”奴才的回话是朱文公对孔圣人的话坐得住。啊，乾隆听了是更加高兴，又询问和珅的学习经过等等。和珅呢回答的非常得体，就此赢得了这个乾隆的注意，从此是一发不可收啊。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更加荒诞了，说因为这个和珅跟乾隆一个已经死去的妃子长得特别像，乾隆呢又非常宠爱那个妃子，妃子死后念念不忘，结果遇到和珅，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把他当成了那个妃子的转世，宠爱不已言外之意呢，就是和珅成了乾隆的好基友以上这些野史传说哪一个靠谱呢？各位网友评论区不妨跟老曾聊聊。在职场升迁中，男人的颜值到底有没有用？有用，但只是加分项。和珅呢，确实是仪表俊雅，是清代官员里少有的颜值担当。乾隆呢，也确实喜欢看脸。试问哪个皇帝不看脸？非得天天搁一个牛国王一样的在身边晃悠，他又不是铁扇公主。但颜值只是第一印象，真要做到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这样的一品大官，靠脸那是绝对不可能。否则乾隆的身边呢就全是韩流天团了。可事实上军机大臣里长得帅的只有和珅一人，所以别把乾隆跟和珅之间的相识想象成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那是给腐女看的耽美剧，不是真实的历史也就是说，和珅不是靠一次对答如流就飞黄腾达，也不只是靠长得帅，他是靠一次关键露脸加超强能力加精准情商3重叠加，才被这个乾隆是一眼锁定老曾认为和珅能在乾隆一朝只手遮天20年屹立不倒，靠的不仅仅是出众的颜值，也不只是会耍小聪明，而是一套极其成熟、极其精准、极其到位，专门针对乾隆晚年心理打造的一套身份定位和权谋体系，且招招都戳中皇帝的死穴。看懂和珅的人都明白，他从来不是简单的马屁精。和珅呢，虽然是乾隆的大臣，但他从不以大臣自居，而是自觉自愿地扮演好乾隆的家奴、白手套和心理按摩师3重角色。换句话说，他也吃透了乾隆的3大需求。哪3大？第一，甘愿做专属家奴，只忠于乾隆一人。朝堂上的百官呢，要么想着为国为民，要么忙着结党营私。和珅不一样，他眼里没有朝廷，只有乾隆皇帝不方便说的话他来说，皇帝不方便背的骂名他来背，皇帝想办的私事哪怕百官反对他也拼死办妥，不结党，不威胁皇权，忠心只给
皇帝一人，让乾隆呢是用的100个放心。第二，化身皇帝御用的白手套，成为顶尖的理财高手。这古代的文人啊，大多是耻于谈钱，唯独和珅天生懂商业，会搞钱，接手内务府，亏空并盈余，独创易罪银制度，官员花钱赎罪，这钱财呢，全进了皇帝的私人腰包啊！开钱庄搞投资，布局产业，把钱玩出了花。乾隆晚年要排场，要享乐，要征战，缺钱，那就找和珅够了。不动国库，不扰百姓，还能把皇帝的小金库给塞得满满当当的，这本事满朝是无人能替啊！第三，顶级心理按摩师，把情绪价值拉满到极致。乾隆晚年自负好面子，又死抓住权力不放，和珅就看菜下饭，只满足情绪，不挑战权力啊。比如他知道乾隆喜欢附庸风雅，喜欢与人谈论诗词，就私下博闻强记，每每都能在乾隆面前评古论今，引经据典，让乾隆呢总是忍不住竖大拇指，你太有才了。当然他讲的仅限于皇帝爱听的。乾隆呢不仅喜欢谈古论今，还经常自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就在编纂这个四库全书的时候，故意在几个关键的位置留下错别字，让乾隆是一一指出来，这不正好显示天子的学识渊博吗？乾隆喜欢书法，和珅呢为了讨主子欢心，笔法处处学乾隆。乾隆有一次就问和珅，为什么你写的字跟我有点像啊？和珅不慌不忙地回答，皇上的字清新俊雅，亘古未有，正是奴才们的典范啊。一吹一捧之间，乾隆的虚荣心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让乾隆觉得他吐口痰都会滋养大地，放个屁都会净化空气。总之啊，乾隆想要什么，和珅绝对第一个猜到，而且提前就给准备好了。乾隆决心要做什么，和珅也立刻照办，而且办的是妥妥帖帖呀。不应该做的事儿，只要乾隆想做，和珅是绝不反对；应该做的，而乾隆不想做或想不到去做的事儿，和珅呢也绝不自作主张，显示出他比乾隆更聪明的样子。你说这样的大臣，乾隆能不喜欢？说实话，要我是乾隆，身边有和珅这么能干和贴心的下属，我绝对偷着乐啊。当然也有人说，和珅所谓的情商高，不就是会拍马屁吗？不过会拍马屁也是一门技术活，不是每个马屁精都叫和珅好吧？一个拍马屁拍了20多年还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的人，已经是顶级的心理操控。所以我给他的定位是乾隆身边的心理按摩师，既把皇帝哄舒服，又把事情办漂亮，只做事不抢功不顶撞。他不是奸臣里的那种下三滥，而是中国历史上顶级的心理学家、管理大师、财政高手和情商天花板。讲到这里呢，大伙呢肯定憋不住，想要问了就算他再能干再贴心，可贪了15年的国库收入，富可敌国，这也太离谱了吧？经营一辈子的乾隆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我告诉你，你也太小看帝王心术。乾隆比谁都清楚和珅有多贪，但不仅不杀，反倒是故意留着他。这里面藏着古代帝王最狠最深的一盘大棋。为什么明君养巨贪？为啥明知不查，留到死后清算？和珅的财富最后又进了谁的腰包？所有答案都在下一期揭秘点个关注，咱们下一期不见不散。